哎，来了您那望叔聊姻缘啊！咱们今天呢来看一个我之前编过的编曲工程的解析。那这个歌曲呢是一个国风电音的，相信大家之前接触这样的歌曲机会也比较少。这个工程我大概用了50多轨，我会事无巨细的给大家讲解拆解每一个乐器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编曲的一些思路还有小技巧。好了，那么废话不多说，现在马上开始吧。哎，在开始之前千万不要忘了给这期视频点一个免费的赞，在这谢谢大家了。如果大家还没有找到音乐相关的同好社群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群，就在这里啊！你会和上千位小伙伴天天聊音乐，增长知识，千万不要错过。好了，废话不多说，现在马上开始吧。很有精神，点赞了吗？好，我们先来完整的听一下这个歌曲啊。这首歌总共就这么多轨啊，一共是50轨左右。那么我把人声降低了几 dB， 方便大家去听伴奏。那好，整体呢就是这样啊。我们在编曲之前呢，我习惯是把这个和弦连接都给写好的，在这里啊，这个 Cubase 的和弦轨还有编排链，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编排链。首先是 intro， 就是前奏，对吧？然后是 post chorus 啊，这个 post chorus 是一个后副歌的意思啊。我们把副歌前置，然后呢，能让大家呢先一下进入状态，然后我们之后是2段 verse 啊，这2段 verse 是不一样的，待会儿再给大家拆解。然后是 build up 也就是 pre-chorus， 就是预副歌的意思啊。然后是 drop 也就是副歌，这里面是用电音的这个写法给大家写的啊，道理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呢
post chorus， 这跟这个前面的 post chorus 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它是有人唱的，前面这个是乐器段啊，这两个呢又不太一样。然后呢，后边是 breakdown。这个 breakdown 是一个和副歌去对比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低的乐段哈，但是呢，它其实充当的是 verse 的这个桥段，我们待会儿就会说。然后 verse 后边是 build up， 然后是一样的啊，只不过里边会有一些小的设计点不一样。build up 后面呢是两个全新的段落啊，其实这两个全新段落呢，对于就是大家可能听的 pre-chorus 后面是副歌的情况下是比较多的。那么大家在听到这个回溯到第二次的 build up 之后呢，你会下意识的会认为后面应该接一个副歌，我们这里就不给它，想要给你的时候就不给你，这种编曲的段落呢是比较新鲜的，然后大家呢时刻能保证新鲜感。你看我们这边的段落是区别有多大？你看几乎没有重复的啊，但是呢重复的地方后边接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的设计的巧思哈。然后呢，在这个刚才大家听到了这个以二胡为主奏的这个弦乐为主的桥段后面是 drop 接了一个小空白啊，这小空白是跟前面是不一样的，这边是没有空白的，所以说它也会造成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它后边唱的这一整段啊，这个两个八小节和这边的两个八小节实际上是一样的，唱的是一样的。之后呢 post chorus 这是一个全新的旋律，然后最后是 outro 是和 intro 是差不多的，但是也不太一样。好了，那么我们了解了整个编曲的段落，你会发现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一个片段后面接另外一个片段，然后让大家听得快疲乏的时候呢，去听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是编曲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式哈。然后我们现在就从头拆解吧。首先呢，我先做了一个反向的音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我们给它反过来啊，就是这么一个像玻璃敲击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给它反过来，它就变成了一个。这叫 reverse 啊，这个非常简单也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式。当然了，我们这里边给它加了一些平方 delay 啊之类的东西，让它在断开的后面呢也有一些衔接。如果我们给它去掉的话，它马上就断掉了。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哈。之后呢，接了一个下降的一个音效啊，是这样。之后是一个响指的音色 ，snip 响指。好，然后。在这边还加了两个电子乐器，一个是我们的主奏，像水滴一样的这个哈，它是一个 riff 啊，相当于是，你看它这两段其实是一样的，你看在这后边这儿不太一样，然后这边又回来了，跟前面是一样的，对不对？这是个 riff 啊，它的后面呢底下垫着一个 future bass 类似的这个 chord 的音色，这样的。当然这是合成器做的哈。那如果你想去具体的学合成器呢，那你可以去看我那个包邮会员视频啊，那个里边讲合成器讲的是比较清楚的。我之后呢也会针对不同的合成器去开课啊。那好，那么这边我们整体再听一下，这样很轻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后边接了一个 reverse 的一个 symbol 的音色，这样的一个音色哈，这个很常见的。然后之后是一个盲螺，在这里边。用了一个螺，但是呢，我用的是渐渐的让它大，让它变大，不是说让它咣这么大。我们用的是一个 filter， 然后呢，让它从底下呢把低频给它滤掉。你看，做了一个自动化，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哈。这是因为我们后边要接的是一个副歌，所以说前面呢，相当于它也在做 build up 的这种感觉啊，先向上，我们要把低频切掉，然后再到这儿再回来。好，我们听一下这个结束的地方。好，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噔噔噔噔噔，这是这段riff 里边唯一的一个小的不一样的段落哈，噔噔噔噔噔。那大家会记住这个段落，因为这个段落里边其他的东西全都停了啊，只有它在。是吧？好，之后呢，我们给这个前面加了一个反向的军鼓，这个是一个小技巧啊，你听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军鼓，然后呢，我们把它反向，它就变成这样的感觉了。那我们后边再加入这些 crash 啊什么的音色，它就会有一个 raise 的这种向上强调它的这种感觉哈，而不是噔直接给你那个 crash， 都会吓人一跳。我们给它一个前置，给它一个预告，对吧？然后之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副歌哈。我们先听鼓，
这个鼓呢是由2个鼓来去组成的，一个是它的主打的基底音色是电子鼓，比较沉的一个鼓，然后呢上面的嗨嗨呢用的是一个trap 类的，可以有这个滚奏的这样的一个音色哈，然后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音色，好在这里边叠加，那很简单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原声鼓的地鼓和军鼓。这是一个摇滚的原声鼓啊 ，SSD 里面的。为什么要加这原声鼓呢？有些老师或者说有些人他觉得电鼓就是电鼓，那原声鼓就是原声鼓，这俩混在一起会感觉很奇怪。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因为一种探索新的音色嘛，叠在一起呢，你会让电鼓多一种真实感和空间感，也让原声鼓呢多一种电鼓的扎实的感觉。那它听起来是这样的。它有这种感觉哈，然后这段的后面呢，我们是用了一个叮叮镲作为一个新的介质。那听一下高频纹理啊。好，我们只听这个鼓组，听到上面有这个叮叮镲了这是用真鼓的叮叮镲做的。好，之后呢，我们当然刚才听到了，一定是有人注意到了，这边有很多的精打。这个精打呢，我们是拿它来去做高频纹理的，让它和嗨嗨去叠加。那它做的，你看这个明显是一个332大大大大大大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一个节奏，但是它后面呢没有再做332了，做一个是4个8分音符，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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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高频纹理我给它去做的这个节奏。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音它特别的特殊，特别的跳出来了，对吧？好，那么这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比如说小锣呀，还有这些木鱼啊，然后这种都有啊。让我们听一下这个后边的。好，后面呢第2段呢加入了这个梆子，这样的，你听一下。好，很简单哈。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合起来听一下。这边还有一个盲锣这边盲锣是这样的 ample 的，听一下盲锣，就这个东西盲锣。好，我们来听一下整体的鼓组，在副歌的段落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听一下。然后呢，我们加入贝斯。贝斯这里边我用了3轨贝斯大家很难去想象到为什么要用3轨贝斯，可能做电音的大家可能会能比较理解一点。这3个贝斯它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主奏贝斯，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合成，也就是现在的这个 J bass 它是做了一个 slap 的一个角色。它也在做律动然后呢，它的底下去垫了一个 sub bass， 但是 sub bass 我们没有做很多那些小的律动附加的律动，我们只做了主要的这些音高。别看它音量不大，但是它实际上电平很多的，我们在大尺寸的这个单元上面就能听到它。然后后边我们还加了一个 bounce bass， 在这儿做一些小跳跃的小反拍。好，我们整体加起来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它的律动，这几个律动是不打架的，是都在合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写这种叠加音色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一起打开一起来看一下它们的律动是不是都叠在一起了啊。之后呢，我们引入了这个我最喜欢的 funky 琵琶，哈哈。用的扫弦模式，然后给它加了一些效果器这个是把它的激励出来了，把这个高频。然后呢，我们给了一个声场拓宽，然后把这边的 EQ 把低频全都切掉，只让它有那种咔咔咔的声音不让它太闷，因为琵琶的话它其实是中频的乐器。然后呢，这边还有笛子。这个笛子呢，就是
也比较简单的啊，也比较简单，它是一个主奏乐器。然后之后呢，我们还从前面继续前面这个Pluck 的 riff 啊，继续回来。好，然后呢，还让这个 Future 的这个，哎，做了一个小 feel 的感觉啊，往前推一下。好，然后呢，我们加入了2个新的东西，一个是钢琴，这个钢琴呢，它其实是一个电子的钢琴啊，这合成器里边钢琴，但是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把这个真钢琴啊给采样完了以后呢，它去移调，然后呢，它也没有采很多的力度，我们用的这个是比较少的力度层的，这样的话，它的每一个音呢，你弹完了都很硬啊，这种硬的感觉呢，特别适合 dance music。如果你要用真钢琴的话，它可能没有这种冲劲儿哈。然后后面给叠了一个 Big Soul 啊，就做的一个超级巨水波做的一个 pad 和弦。好，叠起来。扫弦。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乐器，它其实都在走同一个节奏型，对吧？那这个琵琶的扫弦呢，也是在这里的。你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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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直都是在奏。所以说，我们写多个乐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节奏，一定要是保持一致的。包括这边跟贝斯其实也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再最后听一下整体的感觉。好，第2段。然后接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古筝的一个滑音向下的刮奏哈。那这个刮奏怎么做呢？其实特别简单，我们拿那个MIDI 键盘，因为5声乐器都是黑键嘛，我们就直接在黑键上面刮。这是我在黑键上面刮的，刮完了以后呢，把它移调，移到那个咱们的和弦里边去。我们把这个音阶和弦打开，然后把这边用 Cubase 的话，使用和弦轨打开，使用和弦音阶。这边呢，和弦轨、全局轨道给它打开，这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音符是不是在和弦里边了哈。当然了，5声音阶都是在和弦里边的，只不过调不太一样。你可能刮完了以后是长这样的哈。我们把它这个去到我们的该有的调上就好了。然后非常非常的显眼的一个显眼包在这儿，它又回来了啊，它又回来了。我们听到这个结束的这个地方，很明显的了噔噔。这个我们就要做的就是一个 feel 类的 hook， 把它加在这儿呢，是让它产生一个结束的感觉。好，我们之后来到下一段，也会发现这边是什么都没有的啊，这边那个精打也停了。然后我们的下一小节，一下就这个段落一下就差别非常明显，前面还非常热闹，然后马上就降下来。我们这个动态做的越大。动态越大，什么叫动态越大呢？音量越大的地方，乐器越多的地方，越热闹。然后一下就回到特别安静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爽感啊！这种爽感是我们需要通过乐器需要频率啊，还有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看贝斯这边我也去掉了，包括没有低频，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很轻柔，一有低频了就 drop 了，就下沉了，沉到底了。好，我们来听这边是用了一个这个。跟这边是一样的啊，跟这边的 intro 是一样的。好，然后我们用古琴做了一个就一个音啊，这古琴就弹了一个音，然后古筝，好，这古筝做了也是一个 feel 哈，对吧？很简单的。古琴呢就做了一个点缀，相当于一个 pad， 一个单音的 pad 啊。然后呢，这边鼓也都没有了，直接就变成了。换了一个新的电子鼓啊，换了一个新的电子鼓，是另外一套音色了，所以我们就把音色差别做出来。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小打，就这个梆子啊，也是做一个小小的点缀。然后这边 snip 继续响指，很简单哈。然后呢，第2段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们来听一下
第二段有什么不一样的？就这个新加了一个古筝哈，然后之后进入到第二段，哎，又加了什么了？很明显加了贝斯了，对不对？这边 sub bass 只有 sub bass 啊，和前面的这个只有 build up 的 bass 不太一样。你看 build up 的这边呢，就这样的，它是一个 ARP 类型的 bass， 是这样的哈。然后我们这边呢，为了寻求安静，我们只有 sub bass， 只有那种沉的底，只有这个。哎，为了让它不凸出来、不冒出来，我们就用这个。这边呢，我加了一个箜篌啊。这箜篌呢是民乐里边最可以去伴奏的乐器，有点像竖琴啊。然后我们听一下啊。其实它还是一个riff 的形态啊 ，riff 的形态，我们会发现它其实都在走一样东西，对吧？噔噔噔噔，其实这个 riff 的形态。然后呢，有这些噔噔噔噔噔噔的点缀，然后进行一些 feel 啊，包括这些 feel 过渡哈。然后我们听一下，后面的就是bass的这个 chord 继续接过来，然后呢，还有这个。哎，我们做了一个音量上的包落的区别哈，然后让它的就渐渐的打开，抓，它也是一个相当于是 feel 的形式存在。然后这边的鼓呢也变多了，就第二段 verse 的鼓也变多了。我们听一下，哎，有地鼓了哈，然后上面的采镲也出来了。好，然后呢，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啊，加了贝斯，加了箜篌。相当于我们又加了一个 riff 的角色进来，这边铺底的和声支撑呢我们就没有变，然后呢加了一个新的一个合成器。好，那么继续啊，在这边，哎，笛子出来了，也是很简单的一个音，在这儿，换一个音啊，换一个音啊，用一个噔噔噔噔上去，然后这边呢回到了 build up 的这个 bass， 就是那个 ARP 的 bass， 就跟这个intro 里边的 bass 是一样的啊，我们来听听。啊，这边的过渡的时候还加了个精打，这样的。然后梆子打起来，小律动啊。然后但是这边的鼓呢就不给了，这边的鼓就没有地鼓，什么的都没有了，就只有采镲。我们为了要把低频去掉啊，因为 build up 的时候呢就要去掉低频的，然后再加回来。然后我们发现这边的鼓呢，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鼓啊，没有军鼓。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地儿的这个爵士鼓啊，一直在做 feel 的角色啊。你看这边的通鼓打的位置呢，都是 off beat 的位置啊，就是它不是那种咚咚咚咚那样，而是咚咚咚咚咚咚这样打的啊。但是由于这个通鼓打得非常的 off beat， 所以我们的其他的比如说采镲呀，比如地鼓啊，我们就非常的 on beat。这样的话呢，能营造出它们之间的对比出来，才能让它的 off beat 听起来不像在错乱了，而是在拍子里面的 off beat 里。我们来单独听一下这个鼓啊。哎，最后有一个结束，把这个镲片捏了，哎，给它捏住啊。我们为了要在这个地方停住所有的乐器，我们待会儿其他乐器也是这样操作的啊。好，我们来听一下其他乐器。那这边加了一个 EDM 里边非常常用的这样的东西啊。哎，这后边没有了，我们是用的 Endless Smile 啊，这个一个让它渐渐的长起来，它里边会加一些，哎，停住，哎，它里边会加一些这个混响啊，加一些 filter 啊、滤波啊之类的东西，这一个综合效果器哈，专门应对 build up 的。然后我们还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Racer 啊。这也是 EDM 里边很常用的啊，我们让这整个的歌曲比较热闹啊。然后我们这儿还加了一个pad 啊，这个 pad 是这个水乐哈，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Cat Audio 他们家的。然后呢，钢琴继续铺底，很简单，铺底和声支撑啊，和声支撑的角色。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ARP 的 chord。
当然也是在做，也是在做 build up 的这件事儿了，把低频慢慢切掉。我们这边加了一个 delay， 然后加了一个 duck 的意思呢，就是像鸭子嘴，你看这个它的图标像鸭子嘴一样，是吧？一个鸭子嘴。这个就是侧链的模拟啊，就是用音量的方式的包络去给模拟侧链。如果我们摘掉的话，就很平啊，所以我们让它跟鼓点，尤其是这边地鼓是这样的，咚咚咚咚，是吧？然后让它呢和地鼓去避让开啊，这样呢有一种抽吸的感觉。好，那么我们继续向后。好，我们会刚才说到了这个鼓呢，在这儿切掉了，是吧？它后边没有东西了，这手捏了一下镲片，把音色呢给它在这儿停掉。我们为了凸显出这个，这个古筝啊，前面没有出现过。这个古筝是相当于是 drop 前面的一个预告啊，一出现这个音色呢，这个 drop 就来了。我们后边也是有这样的东西的，后边也是有的。你看，而且呢，我们这个后副歌的预告也是一样的哈，跟前面出现的这个后副歌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当你预告一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下一拍一定是某某段落吧，对吧？是这样的感觉哈。好，这边呢，其实我们和后副歌是差不多的啊，但只不过我们有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精打是跟后副歌的前面是一样的啊，两段副歌跟精打的这一遍第一次出现的这个后副歌的精打是一样的。我们之后的这一段的后副歌是前面精打的后副歌的这段，就是加入梆子这段。然后呢，它还少了什么东西呢？它还少了这个bounce bass， 就是那个呜，就那个东西哈，少了这个。然后呢，其他的扫弦不变。然后这边当然是有乐器，有笛子在演奏。这边呢，笛子只是作为一个插空啊 ，fill。然后呢，其他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保持。当然了，取消掉这个非常非常燥的这个 big soul 啊，取消掉这个。这是在后副歌才出现的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歌曲，在这段落，我们再对比一下，是吧？它更多的高频，更多的更燥的东西哈。然后呢，笛子我们在这边做的是一个小穿插，很简单的一个噔噔噔噔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人声停的时候才能去做这个 feel 啊。比如你看这里这人声在这唱，人声是一个长音。如果我们人声唱的是一些这么多很复杂的旋律的时候呢，你在这做这种 feel， 它可能就会打架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包括像这种嘟，这也是一样的，嘟啊，人声要长音的时候才可以。然后呢，在这边我们还是加入一个反向的 snare， 然后跟这边是一样的哈，然后加入这个 bounce bass。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个 pluck 的音色凸过来呢？是因为包括这个底下的这个钢琴的音色，是因为我们要衔接这两段音乐啊，衔接这两个段落，然后呢，只不过给大家后边添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好，在这个就其实前面都讲过了，我们在后边看后边，这边进行一个小离调啊。这个地方呢，我们的钢琴就直接就变成pad 形式了，就没有律动的属性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需要钢琴在这里边去做律动啊，我们把它变成了和声支撑的角色。那这边呢是节奏支撑啊。就这样的很简单的钢琴。然后呢，在这边箜篌又回来喽，然后它做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这边换调式了嘛，所以稍微的变化了一下啊。箜篌，然后这边笛子是吹主奏的，是吧？好，贝斯做了一个 pitch shift， 这个 pitch shift 可以让它
啊，有点像那个无头无尾滑音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在这边呢加入了一个 down lifter， 很常用的啊。当然 snip 还是加回来。这边的鼓呢，就是地鼓44 fall on the floor， 很稳定啊。包括这个原声地鼓也是有的。啊，这边的地鼓我们用的跟那个 drop 的那个地鼓明显不是一套地鼓啊，这个地鼓更闷一点。好，我们这个段落之后，该人开始唱了啊。这边的精打做的是一个 roll 滚奏向上啊。哦，这样的过来的。然后呢，这边 chord 也是进行了衔接。好，为什么要做这样衔接呢？因为我们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很多同学做东西都是这块和下一块中间是没有衔接的，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到很突兀啊，你得让人冲过去，得有冲劲儿啊，冲过去。啊，这是 build up， 跟前面是一样的，只不过区别就在于这边加了一个这样的琵琶的爬音，分解。也是一个 riff 啊。好，一个 riff 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琵琶，用现代的方式去演奏啊。然后呢，这边还是那个 ARP 的，然后这边加入 pad 啊，上面呢，也加了一个新的像这个梆子的这种音色。这个高频纹理啊，它是跟踩镲去做应和的。还是那段通鼓。好，下一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段落啊，是那个以二胡为主角，然后呢，整个弦乐队去配合的。来听一下。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段哈。首先呢是钢琴铺底。这段钢琴是前边没有出现过的啊。然后呢，二胡其实拉的和小提琴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叠奏。叠奏啊，叠奏，叠音色的啊。二胡呢会增加一种那个凄婉的感觉啊。这边箜篌呢是一个新的 riff。好，然后这边古筝一个新的 feel， 接两个8小节之间的一个，然后这边还是盲锣，然后打击乐，这边加了大鼓啊，这个键鼓的重奏。这边有键鼓那个鼓槌的那个打边啊，然后我们来拆解看一下弦乐吧。弦乐大家都很关心啊，我们的弦乐用了2个波西米亚的采样弦乐，然后去叠的这个 Swam 的这个建模弦乐啊，这样的话听起来比较真实。我们来听一下弦乐。关掉。和人声一起打开一起听啊，因为人声的话呢，写弦乐一定要有人声的。这个是人声哈，然后这2个呢是可以不打开，这2个因为这是一样的，我们只看这个。好，那么一定要在这个人声拉长音的或者是停滞的时候呢，我们的弦乐才会进一些feel 啊，进一些旋律啊。在人声在走非常快速律动的时候呢，我们的弦乐呢就不要动啊。就比如说像这样的静止的，尤其是高频的弦乐，小提1、小提2就不要动。你看，啊，就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那么弦乐完了以后，我们继续。
加了一个有点像敲木鱼一样的声音。回到了副歌。好，这个噔噔噔噔，这个又出现了啊，这个就是之前说过的那个，后边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边的 drop 是有人唱的啊，和这个第一遍的这个 drop 是不一样的，但这个第二次出现的这个后副歌也是一样的，跟这边一样啊，它是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唱的也是这个东西，但是它后边有一个新的后副歌啊，我们听听。这是一个新的后副歌，完全不一样了，之前都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们用的这个后副歌的配器啊，是前面这个段落的后副歌，你听听，和这段的这个副歌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段副歌没有那么的激烈了啊，我们让这个后副歌呢变得最激烈，进行了个替换啊，比较微妙的替换。这边还加入这个 rhythm bass 啊，这个 dubstep 的一种 feel 啊。还这个比较激烈啊，然后加入这个 uplifter 向上，哎，这段听起来好像是像那个 intro 一样，不一样吧？多什么东西了？这 super soul 啊，东西啊，很温暖的这个，哎，它在底下垫着，它是和让 outro 和 intro 不一样。这样的感觉上来讲，如果你要把它去掉的话，那么从这个最强的副歌，然后一下到这么轻，它感觉就又没有承接性啊。你看，突然一下弱了，那个劲儿一下就没了，散太快也不太好啊。然后我们给它一些，哎，这样的感觉，然后还是一个结束是非常仓促的。哎，我们又听到了噔噔噔噔，这个噔噔噔噔噔，这个小段 feel 贯穿了，从一开始我们进入第一遍副歌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啊，这个记忆的回溯是非常奇妙的这种感受。所以说这个整体的样子就是这样。好，那大家学到了吗？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你觉得它还可以做得更好，你有什么新奇的小妙招，你都可以和弹幕和评论区里边跟大家进行分享啊。好了，那么这个工程拆解大家看爽了吗？看到这儿呢，千万不要忘了给这期视频点一个免费的赞啊，在这谢谢您了。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关注王叔给你带来的群的音乐讲解，还有编曲教程，拜拜了您嘞。